花神这个听起来充满仙气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历史可就长了。我看前期的书里中提到，早在西汉的《淮南子》里，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司花之神，对，叫女仪。女仪。不过那个时候，她的主要工作听起来更像是一位掌管万物生长的农业女神。是的，早期的花神信仰确实是和农业祭祀还有祈求丰收紧密相连的，就是很朴素的农耕文化。没错。但是随着时代重心的转移，这种信仰经历了一次极其华丽的转身。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到了唐代，尤其是武则天时期，那时候国家的财富积累到了一个巅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了。就是这个道理。花神崇拜就开始从田间地头的农业祭祀，变成了宫廷里的文人雅趣，所以就有了所谓的盛典。对，花朝盛典在那时的长安城极为盛行。然后到了宋代，商品经济一发达，这种审美就彻底走向了世俗化，对吧？精准。宋代的全民花朝节，让赏花彻底变成了一种民间的日常。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今天的赏樱季打卡啊。一模一样。宋代人早就把赏花变成了一场全民狂欢。不过，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种12花神体系，就是把12个月份和特定花卉，还有特定人物一一对应起来。这个体系似乎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演变期。是的，这个体系其实定型的相对较晚。晚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了晚清时期。著名学者于越在他的《12月花神译》这部著作中进行了非常严谨的考证。于越的考证？对，这才正式梳理出了一个完整而且有据可查的男花神与女花神双轨系统。这里就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了。你好奇什么？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我们的先人非把自然界里的花朵和历史上那些活生生的人物死死绑定在一起呢？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当我们去看这些女性花神的时候，这种绑定似乎有着某种极其强烈的规律。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在中国12花神的谱系中，女性花神的设定往往侧重于2个方面。哪2个方面？才情以及那种极其厚重的悲剧色彩。悲剧色彩？对，古人绝对不是随便在历史书里找个漂亮女性来代表花朵的，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错，他们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花朵的生态特征与这个历史人物的命运之间存在的某种深刻的文化通感。让我们来抓取几个具体的例子吧，这样听起来更直观。好的。比如正月里的梅花神，这套体系里提到了2位非常著名的女性，寿阳公主和江彩萍。对，我知道寿阳公主是因为她首创了那个非常著名的落梅妆，就是梅花落在额头上留下的印记。没错。但是仅因为引领了一场古代的美妆潮流，就能被奉为神明？仅是美妆当然不够，那核心原因是寿阳公主的落梅妆代表的是梅花在初春时节那种不可方握的轻盈感，是一种极致的纯粹之美。轻盈和纯粹。那另一位呢？另一位是正月梅花神，唐玄宗的梅妃江彩萍，则补齐了梅花的另一面。哪一面？她在后宫的残酷争斗中失宠了，却依然保持着孤高与坚正，所以是轻盈与坚韧的结合。没错，这就是梅花的一体两面。哇，这就说得通了。那么2月的杏花神杨玉环呢？历史上的杨贵妃在马嵬坡陨落，这段历史可以说你是家喻户懂的。确实是。那它和杏花有什么共同之处？你看杏花的生态特征，它开得极其绚烂，非常繁密，可以说是占尽了春色。但是花期很短。对，它的花期极其短暂，风一吹就散落满地了。这难道不就是杨玉环一生的完美隐喻吗？完全正确。它被奉为杏花神，其实是古人在用那短暂而绚烂的花期去哀叹这位倾国红颜让无法释怀的厚重悲剧美。太感人了。还有3月的桃花神西夫人。西夫人的故事也很典型。我们平时看桃花，总觉得它是娇艳的，甚至在很多文学作品里带点轻浮的色彩。但西夫人的故事却极其沉重。对啊，她在楚国的宫廷里，为了坚守对故土和前夫的忠贞，
整整3年不发一言。桃花娇艳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这样一份极其刚烈的灵魂。但是，等等，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你发现了什么？是不是有点太巧合了？为什么女性花神总是被赋予这种脆弱的美貌、短暂的青春，以及无法抗种命运的悲剧色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男性花神的时候，他们似乎拿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剧本呢。这个质疑非常犀利，而且直击核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这就触及到了中国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哲学，叫什么？比德。比德，比较的比，道德的德。没错，所谓比德，就是文人士大夫将自身的道德品格，还有政治抱负，投射和寄托到自然物象之中。哦，所以男性花神看重的不是外表。男性花神的入选标准，很大程度上根本不是因为美，而是因为风骨。风骨。对，这可以说是花神文化的一次精神升华。这就完全说得通了。比如我们看另一套体系里的正月梅花神，北宋诗人林布。对，这位老兄，他可以说把社恐和内向发挥到了极致。绝对的。他隐居在西湖孤山，终生不做官，甚至终生不娶。他把梅花当成自己的妻子，把白鹤当成自己的儿子，就是号称梅妻鹤子。放在今天，他绝对是宋代最硬核的丁科一族，终极植物系主理人。这个比喻太绝了。林布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那种极度入世的封建社会里，是一种巨大的反叛。他不向权贵低头，只追求内心的清静。所以他本身就已经化作了一株傲立在风雪中的梅花。确实如此。还有6月的化神周敦颐，这位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我们上学时都被那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折磨过背诵。哈哈，是的。但现在回想起来，这短短的一篇爱莲说简直是降维打击。没错，什么叫文化统治力？就是用一篇文章彻底锁定了一个意象。周敦颐就是用一篇文章彻底垄断了荷花在中国文化里的隐喻权。从此以后，荷花就不再只是池塘里的普通植物了，它成为了中国文人君子人格的绝对图腾。太震撼。还有9月的化神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那个军阀混战、朝不保夕的纷乱时代，能够主动放弃官职，转身回到田园，这需要极其巨大的勇气。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些男性花神的名字时，你就会发现，我们根本不是在赏花，那在做什么？我们是在借着这些花，仰望一座座人格的高山。总结得非常到位。聊到这里，我想把视角从高高的精神圣殿稍微拉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好的，接点地气。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家乡在正月的时候会开什么花？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理问题。是啊，在各地的民俗记录中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细节，因为咱们国家南北方气候差异巨大，所以老百姓认同的月令花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的，这也是这套信仰系统最包容的地方。比如在北方呢？在北方，正月迎着寒风开的往往是迎春花。到了江南呢？江南的正月主角绝对是梅花。为了顺应这种地域性的农业节奏，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了苏州桃花坞和上海旧桥厂。对，这些地方在清代专门印制了12花神春牛图，就是那种贴在墙上的木板年花，对吧？没错。他把高高在上的花神和老百姓春耕、祈福、看日历这些实用需求完美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花神从文人雅士的书房真正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厅堂。这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普及。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花神文化在物质载体上的全部，那就大错特错了。哦，还有更高级的。如果我们把视线从民间的木板画重新拉回代表国家最高工艺水平的皇家御窑，你会看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巅峰之作。是什么？那就是清代康熙朝创烧的12月花卉文碑。我看过那套杯子的特写照片，真的是惊为天人。杯壁上写着薄如蝉翼，赶着光都能直接透过去。工艺确实做到了极致。不过这里面提到了几个非常硬核的专业词汇，比如他说采用了青花五彩工艺，对，还融合了清代大画家运南田的眉骨花卉画法。
美古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在国画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哈，别被名字吓到。那它到底指什么？在传统的中国画里，画家通常会先用浓墨勾勒出花朵的轮廓线条，这就叫古。然后再往里面填色，对，而美古技法就是直接抛弃了墨线勾勒，直接画。是的，画师完全凭借手腕的力度和极高的精准度，直接用色彩去晕染塑造花瓣的形态。这要求太高了吧？这就要求画师胸有成竹，必须一气呵成。原来如此，没有轮廓的束缚，反而让花朵显得更加鲜活和空灵了。没错，那青花五彩呢？为什么说它烧制起来是噩梦级别的难度？因为青花是釉下彩，釉下彩，对，需要1200多度的高温才能烧出那种沉稳的蓝色。那五彩呢？五彩是釉上彩，它只能承受800-900度的低温。要把这两者完美结合在一个薄如蝉翼的小杯子上，意味着这只杯子必须在窑炉里经历反复的升温、降温、烧烤多次，稍微有一点温差或者火候不对，整个杯子就直接炸裂报废了。我的天哪，这不仅是艺术，这简直是在挑战古代材料学的极限。绝对的。而且我看资料里说，每一只杯子上不仅有美古画法的花卉，还配有一首全唐诗里的名句，对，旁边还盖着一个极其精妙的赏字印章。这就是它被称为绝唱的原因。诗书画印都在上面了。是的，一个小小的杯子，将中国文人最看重的诗、书、画、印这4艺全部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这已经不是用来喝茶喝酒的用具了，根本不是，这是把整个微缩的古典精神世界稳稳地碰在了手心里。这里面蕴含的深情真的是太绝了。说到深情，我们就不得不提一句中国文学的巅峰《红楼梦》。林黛玉葬花的情节，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情节，但在我们今天梳理了这套彼得传统之后，你再去重新看芒种节、黛玉祭迁花神的举动，确实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很多人在读《红楼梦》时容易误读的地方。大家容易觉得那只是少女的伤春悲秋，没错，但黛玉葬花绝不仅仅是一个青春期少女面对落花时的情绪化表达。那本质上是什么？在12花神的文化坐标系里，这是彼得传统的终极体现。所以黛玉并不是在埋葬植物，她是在埋葬她自己。她与花在精神上完成了同构。是的，他要用一抔净土来守护自己那份不愿与混浊世界同流合污的极致纯洁。没错，那种把自己的生命与自然律动完全融为一体的宿命感，真的让人头皮发麻。确实如此。不过这时候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哦，你说说看。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都是几百上千年前的古老审美。是的，在今天这个出门都要靠脑航，每天被算法包围，节奏快到飞起的现代社会里，花神文化是不是已经变成博物馆里的一滩死水了呢？恰恰相反。怎么讲？古老的审美正在以一种极其硬核的科技姿态强势回归。这几年传统文化的复兴确实很热，但最让我震撼的是科技手段的深度介入，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其实也能感受到。是的，到处都是。现在每到春天，大批的年轻人穿着汉服去逛公园、办花草节，这已经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还有故宫出的那些文创，比如那款12花神书本灯，那个灯做得很漂亮。晚上你在卧室里打开它，柔和的光晕里透出瘦金体写着的花草2个字，很有氛围感。这真真切切地说明，古意并没有消亡，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对，它正在以全新的、更酷的方式完成它的系统升级。所以，如果我们把今天探讨的所有内容连接起来看，你会怎么总结？12花神绝对不仅仅是一份古代名人的八卦名单，或者说是简单的植物学科普，它远超于此。它深刻体现了中国人试图在纷繁复杂的自然物象中建立一种秩序，寻找一种人与自然律动同频共振的生态美学。没错。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人与自然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天人合一的共同体。我完全赞同。从《淮南子》里那初始关于女仪的古老歌声，一路走到今天，
由算法和代码驱动的全息 AI 舞台。12花神作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真的是生生不息。在结束今天的深度探讨之前，我想面向正在聆听的你，抛出一个全新的思考。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古人如何将他们最真实的美德和情感投射到梅花、桃花、荷花这些植物身上，创造了花神。是的，这就是彼得。那么想象一下，如果500年后的历史学家回头来研究我们这个被钢铁山林、手机屏幕和人工智能包围的时代，你觉得他们会看到什么？他们会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自然之神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会是那些在城市水泥缝隙里顽强生长出来的杂草吗？又或者我们今天如此热衷于用前沿 AI 去复活这些古老的神话，是不是我们人类潜意识里正在发出一种求助信号，试图在彻底失去真实的自然之前，抓住最后那根与地球连接的神经呢？很深刻的发问。所以，下一次当你看到一朵努力冲破城市水泥地的野花时，或者你在面临人生某个阶段的转折时，如果让你为自己选一位代表你当下心境的花神，那会是哪一种花呢？又会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或许你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期待你带着全新的视角去观察身边的一花一草。再见。再见。